今天我们来聊聊习近平如何惹火了日本。这场风波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一句“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开始，引爆了北京的怒火。中国的反应有多激烈？前日本驻中大使甚至爆料，中共一连串近乎流氓的报复操作背后是习近平亲自下令发飙。结果呢，高市早苗不但没有退让，反而做好了正面迎战的准备。这或许是二战结束80年来中日关系最紧张的时刻之一，也可能成为日本重新崛起的开端。我们不禁要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事情要从高市早苗上任后对台湾问题的强硬表态说起。过去多年，日本在台海议题上一直维持着战略模糊，不明说是否会介入台海冲突。然而高市早苗打破了这个传统，他在国会明确表示，如果台湾发生军事冲突或遭到封锁，日本将依据自身判断视其为存立危机事态，也就是日本存亡攸关的紧急状况，进而行使集体自卫权。简单说，一旦台海开战，日本可能出兵相援。他的这番话延续了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观点，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即日美同盟有事。除此之外，高市还援引旧金山合约的历史条文，指出日本早在战后已放弃对台湾的主权主张，无权评论台湾的法律地位。这被视为含蓄地强调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直接挑战中国宣称台湾属于其领土的一中原则。要知道，自1945年日本战败以来，从未有日本领导人在正式场合如此露骨地把保卫台湾和日本行使武力联系起来。高市的言论等于公开宣示，若中国动武犯台，日本不会袖手旁观，而是已经准备将台海危机视同自身危机来应对。这无疑触到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经。中方的反应可想而知，立刻暴跳如雷。中国官方指责高市早苗严重挑衅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为军国主义招魂，措辞之强烈令人啧舌。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更发表署名评论，罗列了高市涉台言论的9宗罪，几乎把他骂成当代东亚的头号公敌。我们来看看北京给高市安上的几大罪名。首先，他被指严重挑衅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评论说，高市是日本战后以来第一个在正式场合鼓吹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暗示可能武装介入的人，这等于首次直接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必须坚决予以阻击，以儆效尤。其次，高市被批评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声称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部事务，如何解决统一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而高市的言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之间的既有政治共识。第三，高市被指严重伤害中国人民和反法西斯同盟国人民的感情。中共提到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历述侵华战争给中国和亚洲带来的深重灾难，称高市的挑衅言论是对历史正义和14亿中国人民情感的冒犯。亚洲受日本侵害的各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不会答应。第四，高市被批严重倒行逆施，为军国主义招魂。文章说，高市把台湾有事与集体自卫权挂钩，是在为日本扩军找借口。他上台后扩军动作频频，甚至讨论修改日本无核三原则。评论还翻旧账，提及日本历史上多次以所谓存亡危机为借口发动侵略战争，如918事变、偷袭珍珠港，警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将再次把日本引向万丈深渊。第五，高市被批严重误导日本人民。中共声称他企图凭空制造存亡危机来绑架舆论，煽动民意，蒙蔽并伤害日本百姓。人民日报甚至称，日本国内有识之士对高市的挑衅广泛批评，还有民众到首相官邸前集会表达不满，这些都说明高市在开历史倒车，不负责任。第六，他被指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文章强调，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的国家行为受联合国宪章和本国和平宪法明确约束。高市等日本右翼试图修改，甚至架空和平宪法，背弃
专守防卫原则，为军事扩张铺路，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公然挑战。第七，高适的做法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人民日报特别点出，高适不久前才口口声声表示将坚持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中的立场，话音刚落，现在却来个180度大转弯，在台湾问题上发表极端言论，在外交政策上如此出尔反尔，违背信义，只会让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第八，高适严重威胁区域和平稳定，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挂在嘴边，等于把日本再次变成破坏区域稳定的危险因子。文章甚至搬出第三方反对声音，称包括俄罗斯、泰国等国的政要都反对高适的说法，警告他若不悬崖勒马，前面就是万丈深渊。第九，也是最后，人民日报大骂高适严重践踏人类正义良知，从频繁参拜靖国神社、否认南京大屠杀，到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文章指控高适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让正义蒙尘。他声称日本自二战以来并未深刻反省侵略罪行，如今纵容右翼，无异于与危险为伍，与繁荣绝缘，最终只会自食恶果。可以看到，北京几乎是祭出了最强的批判武器，把历史旧账、新仇旧恨全都翻出来，用词之激烈，仿佛高适早苗一句话犯下滔天大罪，不仅冒犯了中国，更冒犯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最后的结论是恐吓，高适若一意孤行，终将自食其果。这种措辞在近年的中外外交争端中实属罕见，足见北京这次真是气到不行。外交口诛笔伐的同时，中国官方还要求日本政府表态纠错。中国外交部连日来言辞敦促日方收回错误言论，要求日本以实际行动体现对中方的政治承诺。北京明确表示，日本光说立场不变远远不够，必须讲清楚是否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言下之意就是要东京重新 affirm 一遍一个中国原则。面对中方步步进逼，日本政府则相对低调审慎。日本内阁方面在答辩书中只重申，首相在国会的答询内容并未改变政府一贯立场，既不道歉也不正面交锋，试图以模糊应对。但这显然无法让北京满意。毛宁直接呛声，蒙混过关的伎俩行不通，强烈要求日方立即纠正。中日双方就这句话陷入了僵局。然而，北京并不满足于口头抗议，很快就亮出了一系列实质报复措施，可说是招招剑指日本痛处。首先，中国民航系统开始大规模取消来往日本的航班，原本每日频繁的中日航线突然锐减，许多旅客接到航班取消通知措手不及。紧接着，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近期避免前往日本旅游，理由是所谓日本出现针对中国的言行，安全存在风险。一时间，中国旅行团纷纷暂停赴日，给刚刚恢复不久的日本观光业当头浇下一盆冷水。再者，中国也悄悄对日本商品加强了检验和限制。有报道称，北京以安全考量为由，延长日本进口食品的边境检测时间，部分日本产品的通关周期明显变长，事实上变相提高了进口门槛。此外，中国对日本水产品的禁令持续生效，并暗示可能扩大到更多品项，经济层面的施压可谓一步都没少。最离谱的还不是以上这些，而是发生在文化交流领域的一幕幕翻车事件。11月28日晚间，在上海举办的一场动漫游戏嘉年华上，日本歌手大龟真希正登台演唱人气动漫《航海王》的主题曲 Memories， 谁知唱到一半，舞台大屏幕和灯光突然全部熄灭，原来是中国官员强行拉下了电闸，中断了他的表演。工作人员甚至匆匆上台，把一头雾水的大龟真希请下台。几乎同一时间，日本流行天后滨崎步原定隔日在上海的演唱会也被中方临时喊停。滨崎步无奈地在社交媒体上告知粉丝，我们接到了取消演出的通知。除此之外，近期还有多位日本艺人在中国的活动接连受到影响，有的演出无故被取消，有的见面会临时喊卡。这些针对日本艺人的小动作让外界瞠目结舌，连日本的流行音乐都不放过，直接拔电插，人为断电，赶人下台。
这种场景原本只会出现在电影或黑社会斗争中，却真实发生在当今中国的舞台上。日本民间对此反应极其强烈，消息传回日本后，网络上一片哗然，许多日本网友气炸了，大骂中国此举根本是流氓行为。试想，堂堂一个大国，不去通过正规外交途径沟通，反而在演唱会上玩这种小把戏，未免太掉价。就连一些平日对政治不关心的日本年轻人，看到自己喜爱的歌手在中国被如此对待，也愤而在 SNS 发文力挺自家艺人，顺带对中国政府此举表达不满。不少人直呼中国欺人太甚。一时间，日本社会从政界到娱乐圈，形成了少见的齐声谴责中国的局面。而在国际媒体看来，北京这波操作可谓非常幼稚。不少外国观察家用上了巨婴外交这个词来调侃中国此刻的表现，一旦不如意就闹脾气摔东西，以惩罚对方，取悦自己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从动辄禁止观光团、抵制产品，到如今直接拔掉演唱会店员，中共的报复手段既不成比例，也有失大国风范，更像是一个耍无赖的小霸王。这种种行径不仅无法真正打击日本经济或改变日本政府立场，反而让国际社会更加看清了中共处理外交问题时那种既霸道又骄蛮的真面目。事情发展到这里，我们不禁要思考，为何习近平会对高市早苗区区一句表态反应如此过度？难道仅仅是一时意气用事，还是背后有更深的战略考量？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从北京方面的盘算和误判谈起。首先，中共长期以来严重低估了日本。在不少中国人的语境中，日本常被称作小日本，这种轻蔑称呼本身就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傲慢，觉得日本不过尔尔。在强大崛起的中国面前，日本最好识相点，别多管闲事。这种心态导致北京误以为可以像对付弱小国家那样恐吓日本，让东京在压力下知难而退。然而，这完全是误判。日本虽然在战后走和平路线，但国力一直不容小觑。它是全球第3大经济体，尖端科技强国，拥有训练有素的自卫队和完善的国防工业体系，更与美国缔结了坚若磐石的同盟关系。东亚地区，日本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实力强劲的角色，绝非任人拿捏的软柿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作用至关重要。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2023年时做过一系列兵棋推演，推演的主题是中国武力犯台时各方的反应和结果。这套推演总共模拟了24种可能的冲突情境，结果显示，在只有2种情境下，中国可以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奇经。一种是假设美国完全不介入台海冲突，另一种是假设日本保持中立，甚至拒绝美军使用其境内基地。除了这2种极端状况外，其余22种情境下，只要美日台3方联手作战，中国最终皆告败北。也就是说，一旦日本介入防卫台湾，中国胜算近乎为零。这组惊人的数据充分说明了日本在台海问题上的关键影响力。北京当局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事实上，中国早有战略意图，极力阻止日本卷入台海冲突。一旦未来对台用兵时能把日本吓住、中立化，那中国可能还有可乘之机。反之，若日本坚定地与美国并肩保卫台湾，那对北京来说局面将无比艰难。因此，当习近平听到高市早苗公开宣称台湾有事及日本有事时，他绝不可能等闲视之。这句话等于将中国精心设想的日本中立剧本撕得粉碎，难怪习近平会震怒非常。其次，北京误判了高市早苗其人其事。高市是一位强硬派的保守政治家，早年受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赏识和提携，理念上一脉相承。他的对华和对台立场一向强硬鲜明，早就主张提高防卫预算，强化西南诸岛防务，深化与台湾的实务合作等等。可以说，他是日本政坛少数敢于直言中国威胁并主张积极应对的人物之一。这次高市上台成为首相，本身就反映出日本国内民意的某种转变，对中国的警惕和对自卫防务的重视在上升。高市此次关于台湾有事的发言，看似突然激进，实则酝酿已久。
许多日本战略专家多年来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现在终于有首相公开说出了口，台湾海峡的安危和日本的国家安全休戚相关。为什么这么说？地图摊开来看就很清楚，日本南方的岛屿链琉球群岛与台湾紧紧相连，共同构成第一岛链。如果台湾落入北京之手，第一岛链出现一个巨大缺口，日本冲绳和本土将直接暴露在中国海空军威胁之下，而且日本的海上交通线几乎全部穿过台湾周边海域。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依赖进口的国家，超过90%的石油和大量粮食由海路运入日本，而这些航线的咽喉就在台湾附近。一旦中国掌控了台湾和周边海域，日本的能源和经贸生命线将随时被扼住。对日本人而言，台湾不仅仅是友好邻邦，更是关系到日本自己能否存活发展的关键地缘支点。因此，高市所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绝非虚言恫吓，而是基于上述现实考量的严肃宣示。他无非是把日本长久以来心照不宣的战略共识摊开在台面上，台海若起战端，日本别无选择，势必要涉入自保。这话对中国而言当然刺耳，但对日本而言却是再自然不过的道理。只是以前碍于外交顾忌和国内舆论，日本领导人不愿明讲，而高市决定不再回避，公开点破罢了。第三，北京也误判了国际环境对此事的反应。或许习近平以为高市突然改变日本对台传统立场，会引发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疑虑。毕竟一个更为强硬且可能重整军备的日本，曾是许多国家忌惮的对象。中国可能期待美国私下出面压一压日本，让东京软化措辞，以避免区域局势进一步升温。然而，现实再次出乎北京意料，美国不仅没有责怪日本，反而对东京的表态表示理解和支持。的确，风波爆发后没多久，美国总统川普便先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通了电话。一开始有媒体传言，川普在电话中建议高市不要在台湾问题上刺激中国，但日本政府随即予以否认。事后看来，美方并未要求日方让步，而更像是在了解情况，调停纷争。白宫对外的说法是，美日同盟坚若磐石，美国尊重日本就自身安全所做出的各项决定。由此可见，华府并没有因为高市的强硬言论而疏远日本，相反地，在幕后，美国对日本摆脱战略模糊其实持默许甚至鼓励态度。因为美国非常清楚，一旦台海爆发冲突，日本的响应将极大左右战局走向。日本把话挑明，等于对北京发出了更强烈的吓阻信号，这对维护台海和平反倒有利。除了美国之外，其他民主国家对此事也颇有共鸣。澳大利亚、立陶宛等国近年都曾因各自问题遭到中国的经济报复，他们对北京的施压手法早有体会。这次眼见日本成为最新的被报复对象，许多国家公开或私下对日本表示支持，同情日本无辜受难，同时对中国动辄惩罚别国的作风更加反感。可以说，北京本想孤立日本，结果反使自己陷入了孤立。相反地，习近平的过度反应不但没能让日本屈服，反而让全世界更加警惕中国的霸道行径。美国《华尔街日报》就在2025年12月初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中国霸凌日本给世界上了一课。这篇社论直言，中国对日本的经济胁迫不仅未能压制日本，反而给全球上了一堂课。北京一旦掌控了区域海上霸权，未来很可能频繁动用经济手段恐吓周边乃至更远的国家。文章认为，高市早苗的发言其实并非挑衅，而是基于现实的事实陈述。如果台湾沦陷，日本的防御岛链将被撕裂，其海上航运线会受到严重威胁。毕竟日本高度依赖粮食和能源进口。文章还列举，中国此前对澳洲、韩国、立陶宛等国的经济施压也是类似剧本，如出一辙。换言之，日本今日所遭遇的，明日其他国家可能同样遭殃。因此社论呼吁，美国总统应协同日本一道对抗中国的扩张野心，强调真正的危险在于中国对台湾民主的军事和经济威胁，而非日本所做的现实陈述。
没有任何国家希望在台湾问题上爆发冲突，但中国的咄咄逼人正在逼日本走向更强硬的姿态。有意思的是，这篇社论指出，中国此举反而给了日本二战结束以来80年未遇的良机，日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实现国家正常化和军事重整。过去，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崛起有所顾虑，但如今在中国步步进逼的背景下，美国不仅默许，还在积极鼓励日本加速这一进程。可以说，日本迎来了自战后以来最难得的战略转折点，而推动这个转折的正是习近平的误判与强硬。我们可以把北京这次的处境称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典型案例。习近平本意是想敲打日本，让东京知难而退，结果适得其反，日本非但没被吓倒，反而在国内外的支持下更上一层楼。这种反效果在国际关系史上并不鲜见，但中共依然一头栽了进去。那么日本国内的反应又是如何呢？前面提到，中共宣称日本国内也有反战人士批评高市，然而数据显示事实恰恰相反。最新民调显示，高市内阁不仅未受中国施压拖累，支持率还逆势上升，目前高达约 75%， 连续2个月稳定在70%以上的超高水准，这在日本政治中颇为罕见。要知道，许多前任首相在任时期民意支持能有50%就不错了。高市的高支持率意味着日本多数民众对他的强硬立场是买账的，至少认为他没有做错。中国的打压非但没让日本人离心，反而激起了某种同仇敌忾。或许在北京看来，日本民众应该会担心高市把国家带向危险，而要求他收敛。但实际上，这次事件中日本民意展现出的坚定程度，恐怕出乎了中国的预料。就连一向对中国较为友好的日本在野党，此次也不敢在大是大非上唱反调。他们虽对高市措辞的妥当性提出质疑，但整体上并未否定政府对中国回绝让步的立场。可见，在不能向中国低头这一点上，日本朝野已形成某种共识。还有一件事，充分说明了日本民心的变化。前首相石破茂算是日本政坛里相对亲中、立场温和的人士。就在风波期间，石破公开表示，历届日本政府都理解并尊重中国关于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时的立场。他的这番话立即被中国驻日大使馆抓住，转发到社群媒体上大肆宣传，似乎中方想证明，看，你们日本前领导人都这么说，高市才是背离共识的一方。然而，石破的言论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强烈批评，许多日本网友在新闻下留言，怒斥石破茂简直是日本的耻辱，在替中国说话，认为他这番表态严重破坏日本立场。甚至有人质疑石破是否想取悦北京，再谋高位，对他的人格和政治前途都十分不以为然。这种舆论反应在以前几乎不可想象。过去日本也有亲中派，但很少会因此招致如此广泛的谴责。这说明日本民意的风向确实变了。现在谁附和台湾是中国的，这种说法恐怕都会被贴上卖国标签，政治生涯也别想有作为。可以说，中国的作为极大刺激了日本社会的危机感和自尊心。一些本来对安全议题漠不关心的日本年轻世代，现在也开始认真讨论起台海和国防问题。平日里主张和平宪法不可动摇的知识界人士，这次也有不少人表示，日本应该更强硬，不能再退让。毕竟，日本人从这件事看清了一点，中国并不把日本当平等伙伴，一旦有不满，竟会采取如此手段来施压。这让许多原本对中国抱有幻想的人清醒过来。在这种民意基础上，日本政府更没有后退的理由。当北京要求高市收回言论时，东京直接拒绝了这种不合理要求。高市早苗在之后与在野党党魁的辩论中再次阐述了他的观点：日本与台湾之间维持的是非政府间的实务关系，至于台湾的法律地位，日本没有立场去加以认定。一些媒体一度误解这是高市在改口软化，其实不然。资深媒体人石坂明夫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高市这番话并没有收回任何先前的立场，反而再次强调了台湾的未来不由中国单方面决定，日本更不会替中国背书。
他所维持的正是二战后国际条约所赋予台湾的法律地位空间，意思是日本不承认也不支持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这番解读很快被高市办公室证实是正确的。换句话说，日本官方除了重申既有立场之外，没有向中方做出任何新的让步。日本外交官的措辞一向讲究艺术，面对中国步步紧逼，日方用了8个字：我们的理解与中方不同。这听起来云淡风轻，实则大有乾坤。一句理解不同，既没直接顶撞，又表明态度，等于委婉地对中方说，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北京当然听得出这话背后的不配合，可又挑不出明显毛病，只能干瞪眼。于是我们看到中日之间出现了这样一幅僵持图景。中国连日来咄咄逼人，开出种种罪状，祭出各种手段，声称不达目的不罢休。而日本这边不卑不亢，既不激化冲突，但也绝不低头，默默承受压力，等待对方气势耗尽。对习近平来说，局面变得骑虎难下，他一手把中日矛盾推高到这个地步，下一步要是不进不退，都很难收场。如果继续升高对抗，比如进一步限制对日出口，驱逐外交人员，甚至在海上搞军事挑衅，那有可能引发经贸重创乃至局部冲突，其结果谁也无法掌控，风险极高。可要他就此作罢，又颜面扫地，等于向国内外承认自己这次战狼外交失败了，苦心维护的强人形象将遭受打击。从目前迹象看，北京似乎在寻找某种下台阶，比如近期官媒对此事的报道热度有所降温，不再继续炒作高市、九宗罪，外交部发言也放缓了语调。这可能预示着，只要日本不再进一步刺激，北京也许会让此事慢慢降温，最终淡出公众视野。对中共来说，最好是让国内民众遗忘这件事，省得他们追问最后结果怎样了，反而难堪。无论北京怎样盘算，有一点可以确定，中日关系从此进入了新阶段。这是双方近年来一次罕见的正面硬碰，彼此都撕下了一些客套的面纱，看清了对方的真实底线。北京方面明白了日本在涉及自身安全利益时绝不会让步，东京方面也认清了中共当局的强硬本质，知道了未来绝不能对北京存幻想留余地。往后的日子，中日之间也许表面还会维持外交往来，但暗地里的戒备和对抗势必加剧。短期看，紧张局势还将持续一阵，但长远看，东亚可能迎来一种新的力量平衡。日本摆脱了过去那种忍气吞声的姿态，开始挺直腰杆面对来自中国的压力。对中国而言，周边突然多了一个不好对付的强硬邻居，他若再想在东海、台海有所动作，必须慎之又慎。虽然地区紧张度上升了，但也因为日本的强势介入，反而增加了对潜在冲突的威慑力和不确定成本。以台湾为例，正因为日本公开强调台海有事及同盟有事，北京如今更不敢轻易动武，因为那意味着同时对上美日两大强国，胜算渺茫。对台湾来说，日本的转变无疑是一大利多。以往台海局势紧绷时，日本大多低调观望，台湾难免感到孤立无援。而现在，日本明确站出来与美国共同下阻中国，形成了实质上的美日台战略团结。这使得北京若贸然开战，将面临几乎不可承受的联合反击代价。可以说，中国此次的冒进不但没有削弱台湾的安全处境，反而促成了台湾周边防卫力量更紧密的结合，增加了台海和平的保障。然而，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习近平之所以如此暴怒，就在于台湾问题对他和中共政权至关重要。这一次碰壁，未来他很可能寻机卷土重来。中共不会轻易放弃对台野心，只是会在战略和手段上重新权衡。对此，台湾和所有关心区域稳定的国家都需保持警戒。日本这次表现了决心，但未来还需持续强化自身防卫力量，才能真正产生让中方投鼠忌器的效果。纵观整个事件，习近平试图用强硬手腕教训日本，不料却开启了日本脱胎换骨的契机，让我们见证了一个有趣的历史转折。高市早苗顶住压力，没有对北京卑躬屈膝，这无疑鼓舞了日本国内乃至整个亚洲对抗霸权的士气。这场争端也启示我们，在面对专制强权时，
一味退让只会换来得寸进尺，唯有坚定反击，才能赢得应有的尊重和安全。日本战后70多年来奉行和平主义固然值得赞赏，但现实环境变了，当霸道邻居步步进逼，日本别无选择，只能拿起盾牌和长矛自卫，而其他民主国家也只有团结起来，才能避免被各个击破。未来的东亚格局中，日本将不再是那个只会经济发展、不问安保世事的沉默巨人，他已开始担起区域平衡器的重任，而造成这一切的推手，正是自诩厉害了我的国的中共。历史往往充满讽刺意味，一个过度追求力量展示的人，往往引来更强大的对手。一个试图以霸道实现梦想的国家，常常因霸道而梦碎。习近平此次的一念之差，使中国在外交和战略上都付出了代价，而日本仿佛经此一役浴火重生，找到了一条新的自我定位之路。这场角力的最终胜负如何，现在言之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经由这件事后，再也没有国家会轻视那个曾被称为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日本。一个敢于亮剑的日本，加上一个重返印太事务的美国，以及越来越多抱团自强的区内国家，正形成一道对抗扩张主义的坚实防线。而这道防线的构筑者之一，竟是本想各个击破对手的习近平自己，不能不让人嗟叹造化弄人。最后，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这场风波能成为各方的警钟。中国若真不愿周边局势失控，就该深思自己的策略。而日本在壮大自身防卫的同时，也应继续秉持负责任的态度，避免局势滑向军备竞赛失控的深渊。国与国之间，只有在相互尊重、遵守规则的基础上，才能建立长久的信任与和平。这恐怕才是习近平惹怒日本事件留给整个亚洲最深刻的启示。强权压迫换不来真正的服从，只有平等相待才能共同繁荣。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东亚未来局势将如何发展。但有一点可以确信，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民主阵营已经比以前更加团结坚定，任凭任何威吓也不会轻易动摇了。